因为特效小 No 啊说。做特效真的很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加了一点实景来符合我们今天的，对不对？好，勉强。OK。那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很 bling bling 的故事，就舞台灯光效果非常的着重这样。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就是有点歌舞片的感觉。对，骆师傅喜欢吗？我还蛮喜欢歌舞片的。真的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今天的电影，叫做《男儿王》。欢迎骆师傅。嗨，大家好。对，光看到我们刚看到那个预告里面啊，就有那个 I Will Survive， 对不对？我怎么觉得为什么可以把这个歌改编的那么有趣？而且这个啊，让我想到在1994年的一部电影叫《沙漠妖姬》，它是 Drag Queen 电影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品。对，在1994年的澳洲片，我相信，你看骆师傅的样子就知道他一定没看过。对，我没有看过，没关系，找时间来看。OK，对，他其实你会觉得在《沙漠妖姬》跟《男儿王》这部片子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OK，对，其实我觉得像很多啦。对，因为它其实包含了，例如说有关亲情的部分，有关歌舞的部分，对，这些都是很类似的。好，那《男儿王》应该是新加坡电影，对不对？应该是。对，是新加坡电影。对啊，然后从这个电影里面，好吧，没关系，没有看过《沙漠妖姬》没有关系，那就从《男儿王》开始啊。那我们要问一下骆师傅，在这个电影里面，你觉得？我觉得我看不出来他是什么星座啊。其实我看起来还蛮清楚的啊，真的吗？对，但是如果说严格来说啦，因为它2月10号在台湾上映嘛，那个时候刚好太阳在宝瓶，然后那时候也5星在宝瓶，之后刚好就接下来就是6星都在宝瓶，那不是水逆吗？对，然后刚好也是水逆在宝瓶，对，所以那阵子很多事情，然后推出这个片子，非常的算是很特别，就是像它整个水瓶座的气质会非常的凸显出来。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它整个电影的主题呢，却是非常狮子座在掌管的一个领域。狮子座，对，狮子座为什么是狮子座？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部片的 slogan， 就是你 happy， 我 happy， 大家都 happy 哈。所以基本上就是狮子，它就是一个希望大家都快乐，大家都看它，大家都很辉煌灿烂，在舞台上展现自我的一个星座哦。因为狮子它就是一个非常大气，非常想要大家都是we are family， 然后你都是我国王的子民，然后我们都需要掌声。对。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你会看到非常大量的舞台，然后声光，然后跟尤其是舞台上面的人，还有对于 C 位的争夺然后你喜欢我喜欢，大家都开心，这个部分其实很狮子，我觉得。对所以就没有其他线索嘛？就是他就是狮子了。对啊，但是因为它上映的时间刚好又落在是宝瓶的这个时间。那如果说我们一般要讲说，我们不是之前讲说一个咖啡杯都会有星座嘛？会看它上映的时间，或者说它制片完成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会定那部电影它的真实的星座。所以如果说它2月10号是全球同步上映的话，原则上2月10号就是这部电影的星座。对，那可是因为我们今天纯粹是以说这个电影里面我感觉到的一些星座符码跟能量的话，我会觉得狮子座的这个部分会比宝瓶座更多很多。因为虽然说我们宝瓶也会觉得说是一些对于奇装异服啊或者这个部分的一些展现，但是我发现在电影里面的那些drag queen， 其实他们扮得非常美。算正常啦，就是比正常再夸张一点点，但是并没有到沙漠妖姬这么夸张或那么 drama， 或者是搞怪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在美感上面的代表的话，通常我们会看到说，狮子座它一定就是那种很 popular 的那种大家能够接受的那种美感。对。可是如果你要说宝瓶座，它就很丢，就很重视，就对，不是很重视，就是那是有丢周。就是有丢周，没丢周，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丑人多作怪。所以其实宝瓶座它的那个品味是非常的独特，对，但是就是看有没有中这个当下大家的口味。可是狮子座呢，它
本身天生他就是有这个直觉，服装品味、妆容，我们都会非常的符合大众现在流行的东西，因为他要大家看他，对，所以他一定是要大家都喜欢这件事情。可是宝瓶不是啊，宝瓶会觉得我觉得的美，你们这些凡人，你们这些地球人看不懂。看得懂就是柳州，对啊，如果刚好大家看得懂就柳州哦，对，难怪，而且还蛮有趣的，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就叫 Number One 呢，对耶，对，就是第一名的意思，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男儿王的那个星座能量就最强的，其实应该就是狮子座，对啊，我感觉到很多的狮子能量的那个符码在里面，我也有感受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跟电影内容、角色有关的部分。OK， 这个电影的角色其实也很多，哦，至少那个 drag queen 就4个人，对，老板，然后男主角，那个黑道老大，那个潮州凤姐，对，他好好笑，我一直觉得他很像我认识的某个人，而且他的每个角色都很有个性，我觉得是这样子讲节目会太长吧？很有特色，那没关系，那我们一定要先从最重要的男主角开始好了。男主角是李国煌演的，那他是其实老实说，在他没有入围金马奖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入围金马奖的时候，我大概也还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就觉得哇，他厉害。他的那个。他的演技其实我觉得很生活化，很生活化之外，他的讲话，然后他的唱腔很迷人啊，表演非常的漂亮跟迷人，对，难怪会入围啦，对，虽然没有得奖，非常可惜，对。那在这个角色里面啊，其实他是一个突然被公司裁员，然后找不到工作，但是为了生活，然后他就只能下放到那个 drag queen 的店去变成变装皇后，就走投无路的状态底下，对，像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遭遇或者是这样一个角色，骆师傅觉得他应该会是什么样的星座能量特质哈？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被他开场的在尾牙还是什么晚宴上面唱歌的，爱拼才会赢，对，那个歌声觉得他歌声是好的，所以就是说歌声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他在戏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会唱歌这件事情就会想到守护喉咙的金牛座。守护喉咙的金牛座这个又是一个什么那个医疗心理学？医疗占星学里面就是金牛座，它掌管的是我们的喉咙，或者是扁条线，或者是任何跟脖子附近有关的这个器官，感觉像我们在下一集，我们这旁边要有一个人体。对，金牛是掌管喉咙的，对，所以一开始而且他的声音又偏向于比较低散音，然后就很迷人，然后我就会一开始觉得他可能是金牛座，要不然他不是金牛座的话，也会是金星掌管的，可能天秤。那其实这个部分也就让天秤座，因为他们都是金星掌管的，所以原则上他们都一定保有某种程度上面的艺术才华的部分。对，然后而且就是你会感觉他是那种很个性展现是很朴实。对，因为就是如果是一般的那种公司上班族的话，应该也不可能外放到哪边去啦，也不可能奇装异服这样子，对不对？就是一个公司的高级主管，他怎么可能会穿得很怪？又不是姐夫，没有，对啊，是不是？对不对？也是，就是可能他的工作性质也是这样子的关系，对，然后再者，我就是会觉得他爱家这个部分很明显嘛，对，然后对他为了家里对，他为了家里，一开始我也觉得说somehow他可能也是巨蟹座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家庭去打拼这样子，对，所以金牛跟巨蟹还有天秤这3个星座，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像他的特质，对，因为其实看完电影的时候，骆师傅问我说，那
男主角啊，他会是什么样的星座？我直接说，巨蟹座。对，因为他的确也是有那种很温暖的感觉。但同时你也发现说，他其实里面他是很以老婆为大，或者是说以家庭为重，或者是说对于关系这件事情，他是很重视的。应该不能说是怕老婆吧？就是他里面不是最后讲说，我每天都会怕说会不会我说了什么你就生气，然后我做了什么你就发火什么的，这个部分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其实他是希望能够关系和谐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天秤的感觉会很有，只是他并没有展现那种所谓的智神星天秤里面的那种据理力争，他比较多的是维纳斯型，就是金星型天秤人的那种比较以和为贵的那个部分，对，所以其实我也会感觉说，他会不会有一点天秤的感觉？天秤加一票。对，然后所以也就是说，我在这个里面会看到是，天秤、巨蟹、金牛都有了之后，我又会看到说，它里面跟Kiwi Baby 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表演这件事情的上面的旗舰，对，他一直觉得说，如果我们会唱，我们为什么不唱？对，能唱为什么不唱呢？对，这边就会牵扯到一件事情比较深，就是说能唱。代表是我自己的能力，对，表示我是有能力的，为什么要假他人之手？这件事情，他会觉得说，需要的就是自己的能力，自己实在的展现。所以这个部分我又会觉得说，会跟金牛有一点点靠近，因为金牛它掌管的是财帛宫。那财帛宫的话，它掌管的不只是钱哦，它其实也掌管了很多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包括我有的手机，我有的电脑，或者是我的工作收入，这是当然嘛，对，然后以及还有我的价值观、我的才华，这些都是我的东西。那所以就是说，他会依这个点去跟 Kiwi Baby 去据理力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 somehow 是有一点金牛座的这个。就会觉得说，我有这个才华，为什么我不用？对，然后再加上，对，好像再加上之前那个骆师傅也有讲，好像金牛座啊，金牛座他也是会希望说他自己的生活是过得很好的。对，所以这边也是让我看到说他为什么会最后去选择这个发哥嘛，他们的 pub 这个 No.1 的这个 pub 里面，也是因为他真的生活过不下去，可是他要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他就跟你老娘跟你老子跟你拼了，他是老子，老子跟你拼了，对，那当然，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说，他跟巨蟹的这个为了家庭这个好像有点 overlap， 有点重叠，所以也让我觉得说，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件事情？对。然后后来他也有讲说，我为了怕老婆付不出房贷或什么的而要去什么的，所以也就是重视关系这一点，所以一直让我很纠结，到底是天秤还是金牛这个部分。感觉他是不能过低下生活的人，他不是他过低下，他是怕他老婆过低下生活吃苦了。对，那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要有自己的一定的生活品质这件事情。好，那现在我们把巨蟹先去掉之后，剩下天秤座跟金牛座。现在我们剩下金牛座跟天秤座，那还有什么样的线索呢？其实我会觉得再来就是，当然我会觉得也是让我真的很纠结，就是因为即便他那么的落魄他还是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展现是得体的一个上班族的一个形象，去蒙骗他的老婆。对，而且你会发现他其实不太爱骗人，应该是说比较不会骗人，藏不住，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会比较没有像天秤座那么的多的机智感，当然我觉得也可能是剧情安排需要吧。那另外就是他可能对于一些事情真的很固执，他就一直跟你讲说能唱歌这件事情为什么，而且人家已经在上台前告诉他说你不要唱歌，那个是人家那个老大那边规定的，他还硬要去。我就觉得金牛这个部分很清楚啊，真的，对啊，应该就是我觉得还蛮金牛的，就金牛座哇，金牛座真的就是人家你觉得对的，然后你就会去择善固执，还蛮择善固执的。男主角就是有这种感觉了，对啊，而且你会一直觉得他充满了一种忠厚老实感，而且他甚至就觉得
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即便是到最后他的老婆威胁说要离婚什么的，然后他还是挺他的这群姐妹，对不对？对，就是他会选择他的已经打下的承诺嘛，因为我跟你是朋友这件事情。好，金牛座好。骆师傅是金牛座，对啊。男主角过后，我们要来讲，不知道我们应该要称为男主角之一，或者是女主角的珍珠，就是 Kiwi Baby。对，Kiwi Baby。Kiwi Baby 这个角色，他在里面本来是在这个舞团里面的 C 位啊，观众拱他上 C 位的时候，对，他不开心了。对，然后那时候曹启明跟他讲说：“你不是说表演就是你 happy 我 happy 吗？”他回了什么？忘了。讲到 C 位这件事情，基本上一开始我觉得白羊跟狮子就一定会先跳出来，一次来2个，白羊跟狮子。太阳在狮子的话就是大气嘛，什么之类。那如果月亮有狮子的话，是不是脾气火爆的感觉啊？不是哦，